现在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岱庙的后院啊。岱庙的后院呢，过了大殿之后就有一个寝殿啊。寝殿后边呢是个大花园啊。这大花园呢有从外边弄过来的两个文物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这个啊。这是啥玩意儿呢？这是一个大铜亭子啊，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铜构的一个模型，一个建筑模型啊。这个呢，好像最早是泰山顶上碧霞元君祠里头碧霞元君像的一个神龛，后来这个像不知道哪儿去了，把这龛给弄下来了，结果放岱庙后院了。我记忆中，明代的这种规模的铜的这种小殿，好像就是两个，一个是武当山上真武大帝那个铜殿。那个比较全，里头带铜像，外边那个殿还有一个铜像，都一套的，还在武当山上放着呢。这泰山碧霞元君这像不知道哪儿去了，然后把这殿给弄下来了。这个东西呢，它整体上全都是铜构的，然后呢拆分着用到山顶上，然后再给它浇筑上。所以说呢，因为是拆分的，给它运到这个山顶上嘛。也可以把它再拆开，再运下来啊。但好在这个东西没有化了炼铜啊，这是非常，哎呀，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承德避暑山庄有一个铜殿，那是清朝的，但是那个铜殿后来日本人打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他后来资源极度匮乏嘛，他需要铜做军事物资嘛，啊，所以说后来日本人就把那个铜殿给熔了啊，熔了之后。做军火了，好像那个铜殿现在剩下就是几块匾，余下的全都没了啊，余下的全都没了啊。所以说现在这种铜殿还能保留下来的，反正我知道的比较著名的就这两个，一个是武当山金顶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泰山岱庙后院这个。这个做的工艺相当考究，它中间没有接缝，而且它最开始的原来的颜色应该是那种金黄色的。我不知道外边镀层金呢，还是它本身就是青铜的颜色，但现在它保存的没有武当山顶上那个好。武当山顶那个是外边一层的金，金光灿灿的，它这个除了瓦顶上那点金之外，余下底下全都是那种铜色的了，都是绿色的。哎呀，所以说这岱庙20块钱还挺值得啊。它底下是一圈须弥座啊。你别说这须弥座雕的挺好，挺是那么回事，不是糊弄的。往后边就是高头，我怕掉下去，我没法往后退得很远。你看它这须弥座雕的挺好，你看，它这整体全都是铜的，看，它连底下的这个注属这古镜全都是铜的，整体上全都是铜的。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哎呀，居然逃过了大炼钢铁，你说这玩意儿多不容易啊！大家知道，很多时候由于资源匮乏呀，这种古代的铜制文物啊，往往它就给后代它就给化了。这个能逃过大炼钢铁那个年代，简直是太不容易了。你说在那个疯狂年代，你说再给它拆了，再给它化了。这个大文物放在这个地方，这不容易啊！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这还让你进呢。我估计再过几年之后，这地方就不能让人进了，就得封起来了。你看这里头全都是铜的，看全都是浇筑上的，它都是一块一块的，都是模块化的，一块一块的运到山顶上。然后呢，再把这一块一块的，再它都给那个用铜汁再浇上。所以古代人他也挺聪明的，看见没有？所以古代人他不是说智慧上不行，不是说他工艺不行，就是他材料的问题。其实他也早就想到了，就是说可以用一些其他材料，比如说铜什么的来做这个东西。这个原来其实就是个大龛，就是个大龛。
所以我感觉，如果说他能把那个里头那个碧霞元君像啊、金童玉女那个像都留下来的话呀，组成一套的话，我估计这个直接就运国博了，就不是在太上这个岱庙后院放着了。真是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东西，关键这个是明代皇家工艺啊，这做的真地道这玩意儿，不是民间那种匠人他胡乱做的东西。哎呀，最晚9点开播就行，最晚9点开播，然后你就看一下这个。它这岱庙后院就是个小花园，只不过武当山上那个是个五殿顶的，是个重檐五殿顶，它这个重檐歇山顶的。因为在这个道教神仙体系里头，很明显就是说这个碧霞元君地位是没有真武大帝高的，而且这个万历皇上的地位也没有他这老祖先明成祖高，是吧？所以说他这个整一个歇山顶的重檐歇山顶的啊，然后那边还有个铁塔，那个铁塔也是从外边挪过来的。这是他那个后宰门。这个岱庙它的围墙啊，它不是那种宫墙式，它是那种城墙式的啊，好像那个小城还能上去呢。整个大太湖石。冬天呢，在家闷着没啥意思，出来逛逛挺有意思的。往那边去，一条道走，一直走就能到泰山了，就是泰山红门那个入口了。刚才我站在那个铁塔那个位置，就能看着泰山顶了了。罪恶滔天的，这个是大枇杷树吧？这是。哎呀，东北这时候叶全掉光了。你看人家泰安这边树还有点叶呢，但今天泰安也不是我想的那么暖和吧？不是我想那么暖和。咱再上这边看看来，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呢。哎，这就是那个塔。这个塔现在呀，只剩了4层了，上面那几层哪儿去了不知道。所以我说呀，这古代这种金属的这种建筑，它能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东西往往在资源比较匮乏年代，直接就给它化了，就给它炼了，给它回收利用了。你像这个铁塔就没有那边那个铜殿保存那么好，这铁塔只剩下4层了，上面那几层应该是没了。它上面9层、7层咱不知道，反正上面那几层没了，就剩底下这4层了啊。所以说呀，这文物能留到今天的不是很容易。铁的跟铜的在古代战乱年代直接就给化了，铸钱啊，做兵器啊，哎，就没了。这个是明代，我看那个介绍上说这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明代嘉靖年间的，啊，底下都是那个，它这个塔还集资建的，底下还有名单呢，看吗？底下还有名单呢，你看。人家还有名单呢，哎，还都女人。你说那个时候的女人呐，都没有名字啊，邢氏、郭氏、张氏啊、姜氏啊，全都是氏。那个时代，女人连名字都没有。哎呀，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女人也是啊。这后边是啥呢？大家看远处那个地方没有？那就是泰山的顶。哎，这个你在这个地方就能看见泰山了，就能看见泰山顶了。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呢，坐一晚上火车还没睡觉，这体力不太行，所以说上岱庙溜达一圈。今天晚上睡一觉，明天上泰山啊。我计划从红门那边爬上去，至于怎么下来嘛，那就不知道了。至于怎么下来嘛，咱就不知道了。是在上面住一晚上，还是打着手电筒下来，就不知道，看情况吧。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体力还行不行啊。2012年的时候爬上过一次，哎呀，也不知道现在时隔12年，我这人到中年的身体还行不行了。
我估计够呛了，要是爬上之后下不来了，那也都有可能是吧？这是后边的小园子。现在虽然是阳历11月份，但是人家山东这边啊，这树上还有点叶呢。咱东北那边已经光秃秃，啥都没有。你人光秃秃，啥都没有。我坐那火车是从黑龙江那边来的，然后火车上那帮人，他们通过外边的植被判断到哪儿了。一看外边树长叶了，开始有点绿色了，他们就判断应该是进关了。所以东北啊，从大概是阳历的11月份到第2年的4月份，将近半年的时间呢，真是外边什么颜色都没有，外边什么颜色都没有。单调的很，乏味的很，还冷飕飕的，所以把我整到山东来了，然后爬爬泰山，然后再上南京那边看看。行了，我就又绕回来了啊。咱们这段就录到这儿吧，咱们下段再见啊。然后咱们再补一段吧，因为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我觉得挺重要的。什么细节呢？这是我录完那段之后，我上去又仔细看一看我发现它这个铜殿实际上，就咱们这么看，好像以为这是个铜亭子是吧？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铜殿的。这是什么地方呢？看看这些地方，它都是有槽的它都是有槽的，但是四面全都是有槽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全铜仿木质结构，说明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隔扇屏。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殿呢，我算算一边3个，它应该是有12面隔扇屏的。如果算上前面这个门的话，不算这个门的话，它应该有11扇的隔扇屏。但现在这是11扇的隔扇屏全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个槽了。所以说明一个问题，它的隔扇屏全都被人给拿走了我刚才说，我说这个殿很完整的保留下来，但实际上这个殿它并不完整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因为我在这地方发现门轴了这个东西在木构建筑中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门轴你看这个地方是门轴，看见没有？下边俩，上边俩，这是门轴然后呢，这是2个眼儿，看见没有？所以说呢，它原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扇门的，那这边呢，应该是隔扇屏所以说咱们数一数，1、2、3、4、5、6、7、8、9、10、11。所以说呢，我保守估计呢，它这个店应该有11扇的隔扇屏，但现在它这11扇的隔扇屏全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个槽了。这个说明它当初从泰山顶上被拆下来的时候，它的隔扇屏应该是很珍贵的。我怀疑那个隔扇屏可能是金色做的，或者说它上面有些什么宝石什么的，然后那个隔扇屏就没了现在只剩下这一个殿了。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细节呢？这也是刚才我看见的，大家看见这有口没有这些口你们看见了吗？这说明什么呢？它上面应该有一层天花，应该有一层天花板。它不是侧上透明造，因为这个侧上透明造的话，上面这些浇筑的痕迹什么的，这些零件你们都看见了。所以说我怀疑它这个店最开始呢，应该是有10几扇的隔扇屏，然后前面应该是有一扇门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天花，这些构件现在全看不见了，应该是全都毁掉了。这些东西是金子做的，还是说它是什么贵金属的，或者上面有什么宝石什么的？也就是说，这个铜殿呢，可能是它铜的部分给留下来的，然后其他的可能金子或者宝石的部分都给拆掉了。我怀疑它那个天花板上这些天花应该都是拿金板做的，所以被人都给拆下来了只留下这些口了。
也就是说，原来这个铜殿应该是有隔扇啊，应该有隔扇，然后前面应该是有门，然后上面应该有天花，有天花板啊。现在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殿如果在明朝万历年间它初建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华丽漂亮的，但可惜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已然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了。然后后边这是个小花园，冬天来10月底来的很寂寥了。这要春天来的话，得多么惬意啊，是不是？然后远处就是泰山。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我这个广角比较大，拍的比较小，你们看不见哈。我在这个位置能清楚的看见泰山顶，能清楚的看见泰山顶。其实泰山，其实因为这些年我登的山也挺多的嘛，所以现在我感觉泰山其实不是很高，泰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哈。第一次2012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12年前了，整整12年前了，一个轮回了，12年前，那个时候觉得泰山挺高的，现在觉得泰山没什么，所以这个店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惋惜的，挺惋惜的。所以说文物这个东西啊，刚才听那个导游讲，好像是万历。为他母亲祈福给泰山顶上的那个碧霞元君祠捐的这么一个铜殿，现在这个铜殿里头那些铜像都没有了。然后的它其实这个铜殿也不是很完整，它的很多构件、很多值钱的构件全都给拆下去了。修复的话，可能意思也不是很大了。这个真的是只能说很遗憾，只能说，但是如果说我还是那话，如果说它这个是全的，里边的那些塑像啊，还有这些隔扇呐，还有天花如果都在的话，那我想呢，这个店可能不会这么让我轻易的就上来进去参观了。所以说这也是塞翁之马焉知非福了啊。所以这段呢，咱们就录到这儿，是我对刚才这个铜殿的一个补充啊。好了，这段咱们就录到这儿，咱们下段